为了让观众们更好欣赏故事剧情，而不是满脑子想着开后宫，男主特意转生成为魔剑。因为被哥布林骚扰，男主忍无可忍，发动念力控制自身反击，却发现自己能吸收怪物体内的魔核升级，获得各种技能和属性。男主心想，反正已经变成剑了，不如尽量升级，以后好帮助装备他的人。主角就这样展开了无尽的升级打怪的旅程，自身属性不断提高，掌握的技能也越来越多，其中一个就是剑术。只要装备主角，就能施展出不亚于大剑豪的剑技。经过多次升级，主角已经能够秒杀周围的魔物。为了获得更强大的技能，他来到更外围的森林地带，却连一只魔物都没找到，而且自己的魔力被这片大地吸收，飞不起来了。原来这正是附近没有魔物的原因。他在原地待了1个月，只希望能有一个性感小姐姐来解救他。性感美女没有，萝莉倒是有一只。弗兰原本是一个奴隶，虽然他很想反抗奴隶主的不公平对待，但脖子上的项圈限制了他的行动，再加上他是无法进化的黑猫族，这令奴隶主对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傲慢。不仅仅是自身环境所迫，还有他已故的父母一生的追求就是要成功进化，所以他十分渴望变强，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与奴隶主一起运送商品的路上，他们遭遇双头熊袭击，其中一个奴隶主非常可恶，他命令所有奴隶站在原地不动来当诱饵，好让自己脱险。幸好苍天有眼，他很快就被双头熊干掉，所以奴隶们重获自身控制权后马上逃亡。只有这名少女勇敢地与之对抗，但彼此实力相差悬殊，她被轻易撞飞。在绝望之际，仿佛在回应他内心想变强的渴望，他听到了男主的话，转头看到插在地上的男主，在手握剑柄的瞬间，他竟能听见男主发动的念话，他会令他变强。装备上男主，透过技能共有的技能效果，少女感觉到实力的飞跃，平弱的身躯挥舞着巨剑，因为有剑术的加持，双头熊被轻松斩杀。男主叫少女收下他，但少女担心男主会被没收。结果正如他所料，另一个奴隶主还活着，他伸手索要巨剑，只要项圈和契约书还在，少女就无法反抗。于是男主就把这个奴隶主做掉了，还烧毁契约书，让少女重获自由。由于男主想要一个装备者，少女渴望变强，他们一拍即合，决定结伴同行。男主也决定了要锻炼她，让她变强和进化，而且得知少女的名字叫弗兰。另外，弗兰也帮男主取了一个名字叫师傅。弗兰很有资质，只要告诉他一点要诀，就能马上掌握和运用各种技能。他机缘巧合下，从哥布林手中救下了一个护送商品的大叔兰德尔，随后被邀请一起去阿雷萨镇。由于男主之前不停的打怪升级，在魔狼平原的纷争令里面的小角色都往城镇跑，而且很久前有一只 S 级魔兽芬里厄死在中心地带，因为还有残留的魔力，所以平原中心只有弱小的魔兽出现。在与兰德尔的对话中，弗兰决定要成为冒险者赚钱，尽情享受美食。不过同行的商人却认为他的想法很荒谬。接着他们终于来到了阿雷萨镇，弗兰因为猫人族的身份被人冷眼。男主本以为自己是很厉害的魔剑，然后他鉴定一下周围人的武器攻击力居然都比他高，不免大受打击。不过弗兰却认为它是一把很了不起的剑，这令男主十分感动。冒险者工会的接待员尼尔非常讨厌品德败坏的人，他虽然很想骂人，但还是保持应有的微笑。他看见弗兰居然想登记成为冒险者，本想劝这个小女孩放弃，但她一再坚持，只能带她去考场。身为鬼人族的考官多纳多实力强劲，气势也很强，足以吓退一大波人。但弗兰不怕，双方都没有留手，依靠剑术和魔法的配合，弗兰击败多纳多，通过测试。只是工会长克林姆好奇，弗兰为什么年纪轻轻就有终极剑技和火魔法。不过男主之前吩咐过不要对外人透露他的事，所以弗兰表示无可奉告。而且男主有阻断鉴定的技能，克林姆实在是看不透。不过精灵没有感到恶意，克林姆还是给了他工会卡，让他成为冒险者。在职业登记方面，虽然因为男主有太多技能，导致可选择的职业非常多，但他选择了魔剑士，终于成为了一名冒险者。因为身上没钱，他们急需卖掉身上的素材换钱，结果拿出来的素材多到吓人。因为换来巨大的金额，再加上猫人族的身份，几个佣兵刻意找茬抢钱，还污蔑弗兰与尼尔进行非法勾当，所以他之前的素材才换来那么一点钱。尼尔忍不了了，
直接告诉他们拿来的素材有多烂，解体技术有多差，还直接说出心里话，叫他们去死。这彻底激怒了对方，要动手杀人，不过被弗兰阻止了，而且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离开工会后，弗兰他们需要冒险用的防具，一个矮人大叔突然自荐自己可以卖给他防具。格尔斯是一个拥有锻造王称号的工匠，因为弗兰在工会的出色表现，格尔斯认为他有这个资格使用他的作品。弗兰因此得到他第一件防具。看到弗兰换上可爱的新皮肤，男主开心的同时也很伤心，因店里所有武器的攻击力都比他高。出于学习需要，他们想看看店内的武器，但格尔斯觉得没必要，因为他手上的就是超强的智慧武器。格尔斯拥有特殊技能神眼，就算有阻断鉴定技能，也无法完全瞒过他。知道对方没恶意，他们就放心的和他交谈。从他口中得知，其他武器虽然有更高攻击力，但男主的魔力传导率是 A 级，能使注入的魔力翻倍，从而提高攻击力。男主毫无疑问已经达到魔剑的境界。格尔斯认为男主可能是神级工匠的作品，但性能又比不上神剑。到头来，男主依然弄不清楚自己的来源。知道自己很厉害，那就不需要其他武器了，倒是需要格尔斯帮他制作剑鞘。看到对方能拿出这么多素材，格尔斯的锻造师之魂燃起来了。他们接着去买衣服和料理香料，还有钱能住旅店。过惯苦日子的弗兰衷心的感激与男主的相遇，而男主亲手为他做炸鸡，这是真的把他当女儿养了。他们接到任务，在野外采摘草药。弗兰对这样的工作提不起任何兴趣。忽然听到打斗声，他们赶过去，看见3个冒险者被一群哥布林袭击，于是出手救人，很轻易就团灭了对方。然后他们发现这些哥布林里面居然有霍普哥布林，这种阶级的哥布林的出现，正是哥布林逃窜的前兆。哥布林里面的国王和皇后大量繁殖下来的霍普哥布林，他们为了寻找食物而入侵人类领地，该团体威胁度为 C， 足以摧毁大都市。情况危急，他们要马上通知工会，而弗兰主动留下来对付追兵，从而在战斗中提升实力。虽然有防具的帮助，但敌人数量太多，而且配合得当，他们逐渐处于下风。只是弗兰坚持不退。男主此刻才明白自己一直想保护弗兰，却不知他真正想要的不是借回来的强悍，而是能克服困境的真正强悍。他决定全力支持弗兰。精疲力尽的弗兰最终屹立于尸堆之上，个人等级升到12级的同时，获得哥布林杀手的称号。为了击杀100只哥布林，弗兰弄得遍体鳞伤，只能再去找格尔斯保理防具，为后天的哥布林讨伐战做准备。弗兰当时想杀进哥布林巢穴，但他消耗太大，男主劝他先吸收魔石，再回镇休息。然后遇到赶来的冒险者，他们看出这不是普通的巢穴，而是地下城。克林姆断定巢穴已经被更高阶种占据了，哥布林才会只攻不退。而且现在的规模变成了地下城，必须组织讨伐队。而现在镇内有实力的冒险者不足，所以克林姆破格把弗兰从 G 级升到 F 级，加入讨伐队。而地下城是混沌之神创造的地方，用来考验人类。里面有突然出现的地下城核心，离他最近的生物就是地下城主，也是混沌之神的眷属。地下城会出现罕见的魔物，但又会有大量宝物来奖励冒险者。经过1天的战斗，弗兰特意带男主去洗澡，刚好碰到尼尔。尼尔向弗兰抱怨贵族副团长拒绝派出骑士团来支援，而工会的王牌阿曼达刚好去了调查魔狼平原，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讨伐队的负担。他另外说明，这世上有10柱神，混沌之神就是第10柱。他为了防止世界停滞，促使人类进步，特意制造了混沌，地下城就是其中一项试炼场。而现在看到的魔物，全是来源于堕落成邪神的战斗之神。邪神得到无与伦比的力量，向众神挑战，结果战败后被分尸封印在世界各地，而没有完全封印的肉体生出各种邪人，也就是邪神的眷属。格尔斯赶在讨伐之前做好剑鞘，而且内有乾坤，男主就算不依靠弗兰，也能发动念力轻易离开剑鞘。众人聚集在地下城入口，多纳多负责带队，谁料哥布林居然主动出击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弗兰因为前一阵子得到哥布林杀手的称号，倒是没有哥布林敢惹他。他于是找准机会开无双，直接炸开一条路，独自一人冲进地下城，却不知地下城主已经召唤出一只强大的魔兽来坐镇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事先用光所有积蓄换来转移羽毛，可以瞬间离开地下城。
因为男主可以看到敌人身上是否有魔石，所以他们专挑有魔石的哥布林下手，再吸收他们的魔石。为了避免被怀疑，再把尸体放进次元收纳，其余的哥布林就让后面赶上来的人对付。后面的冒险者轻松拿下战利品，他们看到大部分都是弗兰干掉的。虽然知道弗兰很厉害，但毕竟还是一个孩子，他们决定还是加快脚步跟上去比较好。此时的弗兰跟踪2只哥布林来到王和王后的所在地。弗兰本想跟王和王后战斗，但他们身边有大量护卫，贸然进攻会很危险。男主建议先减少敌人数量再杀过去，结果男主一个魔法把王和王后都干掉了，剩余的哥布林马上跑路。他们继续前进，发现这里有一扇大门，走进去之后出现超多军队甲虫，但实力都不怎样，于是他们不停打怪升级，最后把首领做掉，得到技能眷属召唤。然后他们发现还有一扇门，门后还含有强大的魔力，可想而知里面有一个强大的敌人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男主先给弗兰叠几层 buff， 还说他能活着回去的话就做咖喱给他吃。那股魔力来源于一只上级恶魔，男主看见对方的属性高的吓人，威胁度是 B， 能独自消灭一个国家。他虽然是被弱鸡地下城主召唤过来的，但完全不受支配，他的态度十分傲慢。男主感觉到他的剑很危险，实际交锋的时候也能感受到那把剑的强大。虽然剑技不如弗兰，但恶魔很狡猾，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再进行反击，而且在技能配合下居然把弗兰双手给斩断了。若不是男主及时出手和治疗，弗兰今天就交代在这了。虽然弄明白对方能潜入影子进行偷袭，但对方居然有抗毒属性，自己留着杀 BOSS 的手段全都不管用。男主想用转移羽毛撤退，只是弗兰依旧不退，凭借剑技和斗志硬是打得有来有回。对方知道弗兰的剑技更高超，于是发动特殊技能剥夺者，把弗兰的剑技夺走并据为己有。只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弗兰自身的剑技等级只有1级，是男主使用技能共有才达到的7级，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坑了。看见恶魔陷入苦战，地下城主召唤手下协助，结果被恶魔给全灭了。因为他不想别人插手，而且他也不想待在这地下城，他要出去破坏人类的城镇，于是他动真格了。实力相差太大，男主再次提出撤退，但弗兰不愿意，因为放任这恶魔出去一定会死很多人，必须在这里打败他。男主再次体会到弗兰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变强而战，他更有一颗为别人而战的心，所以他也决定不逃了。虽然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，但对方连续用魔法无差别轰炸，造成了碾压的局面。只是男主注意到恶魔特意避开地下城主，这才想起来地下城主被消灭，核心和地下城都会瘫痪，魔兽也会随之被消灭，所以地下城主就是对方的软肋。恶魔只能防御挨打，但男主知道对方没有受到任何伤害，照这样攻击下去自己会先撑不住，于是男主想出一个计划，在恶魔再次使用魔法的空隙，把自己抛出去袭击地下城主。弗兰此时用魔法牵制恶魔，不过恶魔也看穿了他们的计划，出手打断男主的飞行，却没料到这只是伪攻，男主的真正目标是对方身上的魔石。男主耗尽所有魔力，终于贯穿了恶魔的身体和魔石，只是他的身体也碎了。弗兰见状哭得非常难过，谁曾想男主在吸收魔石之后就能马上复原和补充魔力，所以刚才的眼泪是白流了。而地下城主接着被轻松做掉，地下城也随之消失了。看到弗兰安然无恙，还打倒了恶魔，众人既高兴又惊讶。不过弗兰还是因为擅自行动被多纳多狠狠教训了一顿。经过这场战斗，他们得到各种提升，弗兰升到25级，男主把剑术和剑技都升到满级，还习得技能剥夺者。到了晚上，弗兰与克林姆会面，虽然弗兰交出了恶魔的尸体，但魔石不见了。这般强大的魔石，就算是国家都一定会追根到底，不会让任何人独吞，所以克林姆要问清楚。听到弗兰说魔石在战斗中被破坏消失了，而精灵没有因此骚动，克林姆就不打算深究了。此时胖子贵族副团长走进来，指着弗兰说他撒谎。弗兰想起尼尔的话，这个副团长很讨厌冒险者，所以拒绝讨伐哥布林的出兵请求。他自称拥有特殊技能虚言的真理，可以看穿别人说的谎话。男主觉得奇怪，魔石消失了是事实，对方却一口咬定弗兰在撒谎，是怎么回事？男主鉴定对方属性，
发现对方虽然是30级，但个数据低得离谱。虚言的真理能看穿对方的谎话，也能轻易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谎话，已经可以断定他一直用这样的技能做坏事。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占有战利品。不过克林姆的态度很坚决，对方没有权利要好处，也知道一定是对方从中作梗骑士团长，才不会派兵。弗兰受不了了，于是他们决定教训他，对他使用技能剥夺者，把虚言的真理和宫廷礼仪的技能夺走了。对方感到自己不对劲，但又想不通弗兰对他做了什么，只能先离开。克林姆对弗兰说：“那个人人品很恶劣，他一定是盯上你了，你以后要多加小心。另外，他是时候去办理升级手续，直接跳级到D级，还得到丰厚报酬。”看到这样一颗星星的出现，众人都过来祝贺。弗兰在男主的建议下，请大家喝酒，就这样开心的度过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森林，男主履行承诺，亲自为弗兰做咖喱。做好的食物放进次元收纳，不会变质，还能保温。那么弗兰就能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吃到热乎乎的食物了。有一天回城的时候，守城的卫兵和弗兰混得也比较熟。他告诉弗兰，那个副团长因为对王族做了非常失礼的事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还在到处找你，你最好小心点。他们知道副团长是因为宫廷礼仪技能被夺才会得罪王族，而且他们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了，于是他们决定引对方现身。他们来到城墙偏僻的地方，此时的副团长像一只丧尸一样行为失常，但他知道是弗兰把他害成这样的，所以他找了青猫族的人来收拾他。而青猫的出现令弗兰变得很反常。在几百年前，青猫族欺骗了黑猫族，令黑猫族变成最低等的种族，之后还各种迫害黑猫族，所以弗兰对他有一种天生的恐惧。对方也看出了这一点，弗兰因此被对方碾压。只是这一次不同了，因为男主在他身边。重获自信的弗兰怀着对同伴被杀害的愤怒，轻松削去对方手脚和头颅。正当他们想着怎样处理这只丧尸的时候，克林姆派出水精灵出面阻止。因为这只丧尸不仅得罪王族，还偷走大量钱财。他的父亲委托冒险者抓住他，以后是要在监狱度过余生了。而弗兰也算是捕获他完成了委托，所以理应得到报酬。然后就在出去的时候被赏了一顿洗面奶。这个大波精灵正是工会的王牌 A 级冒险者阿曼达，他似乎非常喜欢弗兰，坚持弗兰可以叫他妈妈。弗兰很不情愿，但又挣脱不开。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他居然能说出弗兰的名字，似乎是因为弗兰最近的名气太大了，只是他的神情明显有些异常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不管是出任务还是逛街，都会与阿曼达偶遇，就这样被跟踪了好几天。原来阿曼达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经营孤儿院，因此拥有孩子的守护者的称号，所以他可能只是在保护弗兰。最近弗兰冒险者等级升太快了，克林姆被人怀疑是一个萝莉控，夹带私货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克林姆只能用5颗魔石求弗兰去参加附近的地下城蜘蛛巢穴的调查任务，从而证明他有与等级匹配的实力。如果任务完成了，还会给他乌鲁姆多地下城的通行证。有这么多好处，弗兰想不出拒绝的理由，只是阿曼达要强行参加这次的调查。回到住处，男主马上吸收刚到手的魔石，发现因为之前杀掉的甲虫，自己有眷属召唤技能。这个任务同时也是2组1级队伍的升级测验。带队的是 C 级队伍队长克鲁斯，他们一队担任考官。E 队伍龙之咆哮的队长克拉多对弗兰抱有敌意。E 队伍树海之眼的队长弗利昂看上去就很普通。克拉多以为弗兰是靠关系上位，又说阿曼达是一个来凑热闹的老太婆，对他们都很不满，但自己又打不过阿曼达，只能认怂。不过他没打算放过弗兰，在前去地下城的路上一直找他麻烦，一直吃瘪。没有城主的地下城会定时产出魔兽和资源，所以这次任务的目的其实是帮工会收集资源。到了晚上，克拉多再次找茬，说男主就是一把垃圾，这彻底激怒了弗兰，于是接受对方的挑战。克拉多清楚自己的矛在攻击范围上占优势，但还是被轻松 KO 了，却没想到阿曼达提出要和弗兰进行练习战。弗兰思考片刻，表示可以，但自己赢了你就不能再纠缠下去。然后阿曼达提出的胜利奖励居然是弗兰要叫他妈妈。弗兰虽不想叫他妈妈，但想看看和 A 级的差距，然后就被各种吊打，根本无法近身，而且注入魔力的鞭子变得更加灵活凶猛。为了赢，弗兰使用分割思考，同时进行2种魔法咏唱，
用身体抗住攻击，风魔法加速接近，在近距离释放火魔法。只是即使拼尽全力，也伤不了阿曼达，因为他的技能精灵的宠爱能自动无效化一定威力的攻击，24小时之后能再次使用。输掉比试，弗兰实在说不出口叫他妈妈。不过阿曼达没有逼他，表示自己会永远站在他这边，成为他的依靠。因为昨天的战斗，大家燃起来了，都去挑战阿曼达，结果都被吊打。他们也都知道了，弗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冒险者。蜘蛛巢穴的调查终于开始。地下城第1层有很多陷阱蜘蛛，虽然战斗力不高，但被他们的丝缠上就很难脱身。不过可以用火烧掉。然后弗兰向阿曼达提问有关战技技能和魔法的问题。战技是运用体内魔力发动的必杀技，可通过锻炼和战斗中获得。技能是由锻炼累积经验到能使用该能力的时候，由世界赋予灵魂的神智技术。而魔法就是将魔力释放身体外的技术，共有土、水、火、风4种基本属性。上面有更高阶的大地、大海、火焰、暴风，而男主已经掌握了火焰属性。另外还有2种属性结合延伸而成的复合属性，分别为水和土的树木、水和风的冰雪、水和火的生命、风和火的雷鸣、风和土的沙尘、土和火的熔铁。而光和暗2种属性比复合属性更稀有，不过男主都已经掌握了。克拉多认为这次升级考验太轻松了，考官却告诉他，真正的考验在第5层。魔兽数量增加，还会联手，陷阱种类也变多，各种致命陷阱强制转换或者解除装备都有。知道复合魔法的存在，弗兰就很想用，男主也只能宠着女儿把风魔法升级到10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弗利昂从任务一开始就处处留意弗兰的一举一动。接着他们通过第5层来到最终的第6层，魔兽的数量变得更多更耐打，本该出现的陷阱蜘蛛变成了具有剧毒的高阶种诡计蜘蛛。等级E队伍不足以对付这样的敌人，在已被攻略的地下城不该出现这种变故才对。衡量过后，克鲁斯决定撤回第5层，谁料2个人中了混乱毒，到处乱跑，连同弗兰一起被撞倒掉进陷阱里面，然后他们消失了，原地只留下他们的武器。这居然还是一个复合陷阱，而且被转移到的地方不是工会已知的位置。在没有城主的地下城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只有更高阶的导弹鬼蜘蛛才能做到。自主进化的可能性很低，这或许是人为造成的。弗兰3人正在面对导弹鬼蜘蛛，没有男主在手上，弗兰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，3人像玩具一样被玩弄。众人四散寻找3人的下落，知道弗兰此时没有武器，男主十分着急。他突然想到自己的眷属召唤技能，若能召唤擅长寻找的使魔，说不定就能解决眼前的问题。虽然男主不想被阿曼达发现自己的秘密，但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召唤有生命感应的黑石魔狼，但是魔狼的情况很不稳定。阿曼达本想消灭这只被召唤的魔兽，男主马上对他解释清楚，才没有动手。由于召唤魔狼的时候注入了太多魔力，导致魔狼无法控制体内的魔力，变得十分痛苦。阿曼达教导男主要对召唤兽进行命名，才能解决魔狼的问题。于是男主给他取名为乌鲁斯。恢复神智的乌鲁斯马上带着男主朝弗兰的方向冲去。他居然也能潜入影子里面，穿透路上的障碍物，还能识别陷阱进行回避。阿曼达也随之跟上。弗兰此时已经累倒在地，没有男主的帮助，他根本什么都做不到。他本要彻底放弃，但想起男主鼓励他的话语，他重新站起来。虽然没有武器，但还有手脚，这副身体还能战斗。自己要打破极限，成为能进化的黑猫族。他主动吸引导弹鬼蜘蛛的注意力，不让他袭击其余2人，自己却陷入苦战。而男主他们最终来到一个死胡同，轰碎墙壁之后出现的是妨碍他们继续前进的蜘蛛丝，一旦被缠上，就会寸步难行。不过男主使用火焰包裹全身，发动念力前冲，在千钧一发之际斩伤敌人的同时救下了弗兰，却被导弹鬼蜘蛛趁机逃跑。终于救下了弗兰，阿曼达十分高兴。不过他好奇男主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弗兰认为阿曼达是值得信任的人，于是在男主的同意下告诉阿曼达男主身上的秘密。看见弗兰这么信任自己，阿曼达高兴坏了。他确认另外2人没有听到男主的秘密，就带他们一起去集合地点，只是其他人都没有出现。猜想这一定是出事了。突然一只猫头鹰在闪光中现身，原来其他人被蜘蛛围困。刚才的猫头鹰是弗利昂派去求救的精神精灵，弗兰一行人赶到现场才扭转战局。
而且捣蛋鬼蜘蛛居然也在这里。看到弗兰被击飞，阿曼达想起以前抚养的2个黑猫族孩子，一心想成为冒险者，但自己没有教导他们战斗技巧，结果他们死了，这令阿曼达后悔不已。于是他出手了，只一个暴风魔法就把敌人连同魔石一起轰得连渣都不剩。收集完素材，他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。克拉多为之前的事向弗兰道歉，他们最后顺利回到工会。弗兰得到下一座地下城的通行证，打算明天就动身离开。但在那之前，他先去转职成为魔导剑士。他接着在格尔斯那里买了新的防具，不仅能提高敏捷性，还能避免急死的效果。而且格尔斯也要搬到乌鲁姆多，只是他不会游泳，所以选择走陆路。弗兰终于要踏上新的旅程，众人都来送行。虽然到最后弗兰都没有叫阿曼达妈妈，但是他临走前还是叫了她一声妈曼达。当年那2个黑猫族孩子也说出一样的称呼。其实在得知弗兰的名字的时候，阿曼达就已经知道弗兰是他们的孩子了，所以才会一直缠着他。原来工会有叛徒投靠雷多斯王国，向地下城使用了进化药，企图抢走地下城的权利。而弗利昂正是奉命去卧底调查的同时，观察弗兰是否敌国派来的间谍，毕竟他实力提升太快，要谨慎对待。但经过这次的事件，算是可以下定论了。此时的弗兰正期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冒险，他知道只要有男主和乌鲁西在，不管遇到什么都没问题。